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趁着还没想好墙壁该怎么办的这段期间，我来处理一下我的 RO 逆渗透滤水器，因为它现在有2个很大的问题。第一个就是之前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不锈钢上钻孔，所以我只能被迫把水龙头先暂时安装在洗手槽下方，但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在这边取水其实非常的不方便，每次都要打开门并且蹲下装水，而且可以看到因为空间的关系，不管是开水或关水都非常的困难。然后第2个问题是，它目前的出水量越来越少了，因为装水困难，所以我会先拿大水瓶装水，本来一次可以装大概4公升，水量才会有明显变小，但是现在我可能装不到800cc， 它的水量就会小到跑出接水范围，这真的对我造成非常大的困扰。那我上网查了一下，可能是因为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逆渗透的逆渗透膜堵塞，但我这个才安装使用8个月，应该是不会这么快吧。第2个是前置滤芯堵塞，但我的使用率真的非常低，1个礼拜的废水差不多才20公升，刚好就顺便倒去洗衣机洗衣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高。第3个是储水桶压力阀损坏，这个我不太确定。第4个是管路堵塞或弯曲，虽然看起来管路有点乱，但是我可以确定它都没有堵塞或是弯曲的情况，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储水桶内的气压不足这个原因。先解决第1个大问题，我买了号称可以在不锈钢上钻孔的 N35 镀钴宝塔钻，其实我已经买第2次了。第1次买好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不见了，我找了4-5个月还是没找到，只好再买了一个。它是阶梯式的，可以钻出不同大小的孔，感觉很实用。买的时候只有注意有强调可以钻不锈钢，但跟我的水龙头比对一下，这个水龙头似乎好像还是比它大一点点，希望不会造成隐患。那马上来实做。做功课是建议可以先用铁钉钉一个定位孔，所以我拿了一个铁钉跟一支钢钉来，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个不锈钢这么坚硬，不管我用力敲击，用不锈钢或是铁钉，都无法在上面钉出任何孔，甚至连刮痕都很浅，这真的是太硬了吧。算了，话不多说，把这个镀钴宝塔钻安排。我也不确定我的小电钻它的功率是否足够，有用有个洞，真的钻出一点凹洞了耶！继续努力。它甚至因为高速摩擦产生的高温，整只都发红了。另外，我也是有施加向下的压力，不是只有让它在原地旋转。继续下一个阶段，但可以说进度非常的缓慢。我这个时候以为它钻孔的原理是透过高温不锈钢稍微溶解软化之后，才可以钻出孔隙来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它发红是正确并且应该的。但是这边卡了有点久，我再次上网急救做功课。有人说，似乎过高的温度不但有可能缩减砖头寿命，更可能让白铁的材质变得更坚硬，就更没有办法钻孔了。而且我真的很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的小电钻不够力，造成电机马达烧掉之类的。另外，我应该加水或是加油来当缓冲润滑，甚至降温，不然我这么努力，好像都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往下钻。我就是从这边才想到可能需要降温。这时候我尝试用顺时钟来转，但是说实在，我自己的心得好像逆时钟或顺时钟并没有哪个方向特别好钻，最后还是靠有点暴力的下压让它钻孔。我拿出手边似乎看起来最适合的侦测油，瞬间这个烟都冒出来了，而且也会有一点油烟味。继续努力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力的下压。网络上也有人说低转速，也有人说高转速，我其实也不确定哪一个说的才是对的。总之，我就是用这把小电钻死命钻就对了。看起来还是差一点，但我的砖头最初就是这么粗了，看来也许还必须要左右摇摆一下，想办法让这个孔扩大。虽然这个砖头号称是 N35 镀钴，但是很怕因为我的错误使用，让它磨损而不自知。继续努力，看
看起来已经到最大了，继续倒增车油，继续努力。再来尝试一下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这已经是这个砖头的最大极限了。再来测试一次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通过了。看来结局是好的。装完之后，我的砖头变成这个模样，甚至还继续冒着烟呢。但我主要也是钻这个孔，它也算是功成身退了。接下来就很简单了，把水龙头安装好就好了。再来处理第二个问题，这个储水桶现在非常重，里面应该很多水，但是却出不来。外观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先把进水阀给关掉，也把储水桶的出水关掉。为了要打气，我特别上网买了这个东西。其实我一直都有想买个电动打气机，正常来说我这个米粉一定会买小米的。但是我做了功课之后，发现这个充气王2代打气机，不管是容量或是充气速度，都略胜于小米，评价也不错，所以我最后决定就买这一款。稍微开箱一下，有附这些充气的配件，还有一个车充以及最主要的充气管。看一下本体，看起来我觉得质感还可以啦，不强求。翻阅储水桶的说明，可以看到出厂的预设大气压力大概是5到7 psi。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以5到7 psi。总之，先把电动打气机安排上。第一次打开研究一下，除了预设的脚踏车啊、汽车、篮球，还有一个自定的设定。另外，它还有简单的手电筒。我想，如果平常不用的话，也是可以把它当做临时电源或是大型的行动电源。那我看教学是先把储水桶里面的水给放掉一些，因为现在里面气压非常低，所以出水其实非常的慢。看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派上打气机了。打开充气孔，把我的电动打气机安装上去。另外，这个打气机也可以当做压力计。这个时候我搞不懂为什么上面的压力会显示60几、70几的数字，后来才想到，应该是因为里面还有水的关系，所以它测得的大气压力是水下压的压力，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数值。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只有设49，所以打气机并没有做动。我后来是先把制定的压力设得非常高，强迫它一定要启动。难怪之前我看教学，他说不是看打气机要冲多少压力，而是边冲边把储水大概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是充气可以停止的时候。我现在想想，这样似乎是比较正确的方式。再把里面的水接得差不多之后，其实这边就可以看到，已经可以正确的显示大气压力跟打气了。看起来蛮顺利的，现在摇起来也轻了非常多。接下来就把管线再重新装回去测试看看，可不可以继续正常的造水跟出水。维修的过程差不多就完成了。先把出水桶的出水接到水龙头，再把逆渗透的出水孔接到出水桶的进水口，打开进水阀，再把马达电源给接上。可以看到马达已经开始正常工作咯。水槽底下没有水龙头之后，看起来也清爽了很多。经过了8个月，我的 RO 逆渗透净水器终于变成完全体啦！我居然真的自己把水龙头安装在我的不锈钢洗手槽上了，真的是满满的成就感。想到以后不用再蹲下来装水，真的是太舒适啦。然后有观众问我，这个增压阀现在还好吗？在这边报告，目前运作一切都正常。然后看储水槽这个废水，我的 RO 逆渗透运作正常，太完美了，出水量甚至跟我的水龙头有的比呢。大成功！觉得我的影片不错，想继续观察接下来的发展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居家改造持续中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